就是得晒到爆皮。但我觉得这个就是陈家栋着火，然后我试过了，刚才我着了，很舒服。全哥说：“你真觉得好吗？”哇，他叫导演回来，我们再回放一遍，大家一起共同为了一场戏有这样的付出。我不希望有小弟，那我就可以永远当大哥。又酷新硬化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伟霆。我在戏里演的角色叫陈家栋，陈家栋跟王宁文的相爱相杀。如果大家想看的，4月14日到电影院看。今天如果失败，老 K 出事，我要为老 K 完成任务，我可以帮你。我王立文，行动科执行任务最多的人，你跟着我啊。最大的影响是应该你心里面如果相信一个真理，无论遇到什么的困难，或者是被无数次的试探，你都能坚持，你最终还是能看到彩虹的。那个形象就是我跟导演，主要是导演认为那个是陈家栋，就呈现了这样的一个造型给大家看。你晒黑吗？有，我喜欢太阳的，我喜欢户外的运动，但是我本来的皮肤就是如果不晒的话很快很容易就变白了。拍摄的地点背景是在汕头，晒着晒着觉得那种黑也不够，就是得晒到爆皮，就是这里是爆的红的，然后脱皮的，刚好就是幸运了，当时候还是夏天，所以那边的阳光特别足，每一天找所有的机会让自己直接晒。但我觉得这个就是陈家栋，他是当警察的，其实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巡逻。你在汕头巡逻，你怎么可能不爆皮？所以当时候我觉得，这样就是对了。然后包括也自己还要增肌吗？其实增肌就反而没有，反而是让自己干一点，干瘦一点。那剪那个寸头对自己的这个需要克服什么吗？不需要，反而我喜欢这样的，我就少了大概半个小时的妆发，就是不用弄头发，起来不洗头也大家看不出来，这个特别方便，也不大，因为其实就应该这样嘛。有一场戏我是在地上，然后有其他演员用脚来踢我，就是我还记得我是被踢到我身体在抽，是自然的反应，我不是演出来的，好像抽筋一样，就感觉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。那一个感觉又给到我另外一个启迪，如果有一个戏他们真的没有太用力踢我的话，我可以演一个抽的感觉。所以其实有时候拍每个戏都在进步，都在体验。其实因为我一直在寻找陈家栋这个，无论是在时代，还有他职业，还有他出生的背景，跟我相差得太远了。接到剧本的时候，我用了很多的不同的方法，去看很多关于潮汕朋友的一些纪录片也有看，然后但是还是感觉找不到陈家栋的。后来我想到一个点，我才想起来我姐夫是潮汕人，然后呢，所以因为我们有一个家庭的一个群，我就在里面问我姐夫，我就说他的那种肢体语言是怎么样的，就是我大概有理解，但是我想问，然后我妈突然就冲出来，她说你姐夫说的都不到位，如果你遇到有人打你或者你打架，潮汕人就是喜欢以前穿那个木拖鞋，你就把它脱了，直接在脸上一巴打过去，往头上打。我说然后我记住了，导演有一天加了一场闪回，我被当时候的警察打，灵感很自然的反应，我就把他脱了就打。对，就这样。
先烈红也。我觉得真的挺相爱相杀的。我觉得在戏里还有在戏外都是成立的一点是，王丽文、千仞哥都是我的前辈。虽然是家栋救了他一命这样认识的，但是很明显家栋是跟着王丽文来混的，所以其实这样已经有了一个距离感。隔了很多年他回来的时候，但已经发现陈家栋已经不是以前的陈家栋，王丽文更不是以前的王丽文。那大家虽然说是兄弟，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已经很不一样，他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了，就是大家心里面想的那个真理完全是背道而驰。我处理这个角色的时候还是很尊重王丽文的，但是到最后一步没办法的时候，他才发难，就是才翻桌子。如果跟好兄弟反目成仇了，那你才觉得这个处理的方法会是怎么样？我很少，就是因为我对我的兄弟都很好，没有兄弟对我有仇恨，真的就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那也有粉丝说家栋还缺小弟嘛，希望招一个什么样的小弟？我做大哥，然后我希望招什么样的小弟啊？我不希望有小弟，那我就可以永远当大哥。小弟都是想当大哥才当小弟的，太危险。合作很愉快，跟一些经验很厉害，然后演戏很好的前辈去合作的时候，有压力是应该，但你不能体现那种压力出来。就是你有压力就演不好你的角色。当我知道要跟千仞哥拍戏的时候，我已经跟自己聊好了，然后所以到现场我没压力。千仞哥是一个很 man 的一个演员，我觉得算是我心目中的第一位。有一场戏是他站在我对面，他带着他的一帮小弟就对着我，就拍我的反应，一个反应。然后千仞哥说伟霆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说挺好的。那其实这个就是我当时说的有点压力了。然后千仞哥说你真觉得好吗？哇，导演当时候的那个监视器啊，那些 monitor 已经挪到另外一边了，他叫导演回来再回放一遍。我跟伟霆再看看，然后他确实挺好了，他看完但你有没有觉得可以有别的反应？要不要再试一下？如果我站在你面前，可能会不一样。当然就把所有的机器又回到原点。千仞哥是离开了现场再回来，他把西装脱了，换了衣服休息，因为很热。Action， 他说等一下，在戏里的西装都穿了，领带打好，他们一帮人就站在镜头后面穿了西装，但是镜头是拍不到。我还是很用心的去演了，我也想看有什么不一样。一看的时候确实是跟之前那一条是两种不太一样的反应。然后导演就说很好，那就可以，他到时候可以调。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学到一个演员的成功是有他的原因。当时候是因为那一场戏剧本写的很大场，因为吴芷他来自香港了，然后呢跟我也比较熟，他当时有点压力，有压力的点是大概只有3天2夜，就其实就只有2个晚上，因为那场是夜戏。他就说看着剧本跟我说，哇，拍不完，你们写的有要爆很多的爆炸点，但是那个镜头可能就要拍1天，那剩下的我们的打戏还有文戏就只有1天晚上，肯定不可能的事，所以他只能放弃那个爆点。我就跟他说，那保住文戏是不是也有一些比较快捷的方法，然后又有一个冲击力，也给观众一个很痛快的体验。他说你想的是那个东西吗？我说是那个东西。那你跟加上导演说，我不说，要你跟千仞哥一起愿意，然后加上导演一起愿意才能做这个事情。
因为那个舞者也比较年轻，然后我就叫上导演，我就说，哎，导演，你知道有时候了就很尴尬，就是演员不应该去参与这种事，但是我又觉得这个点真的很好，很想做，就是我说那能不能滚到爆炸点上，然后站起来两个人着火，然后站在那儿哈的，他说可以，然后有一个特效部门就来了，然后他就说我们可以帮你完成这个效果，你们就不用真着了，就是有特效可以帮你画。说这么厉害，我说怎么拍的？然后他就说那肯定要找一个替身，真着，真的点火，你站到那个位置不能动，然后后期我们可以把那个真的火在替身演员上面的火勾出来，然后在后期放在你的身上。那如果我要动呢？我要过去打千人哥一拳，那个火能跟着我吗？那他说那这个有点难了。那我就说那我明白了。跟导演沟通完之后，我们就说我们要包在一团，什么滚来滚去要打的，就还是要真着比较才是真实，不然还是能看出来，观众能看出来。千人哥也很厉害，因为我们最后一个才通知他。先斩后奏了。对，完全是这个概念，因为大家都不敢跟他这样说，完全是最后一刻，然后我们都坐在下面，然后千人哥一来现场，干嘛呢？你这样看着我说，对，千人哥，我准备好了。然后他说你准备好什么？然后我说着火，他说着好火，然后我说对，我试过了，刚才我着了，很舒服。然后他就说他最厉害的一点是没有犹豫，没有怀疑，就立马就来吧，就上去点，哇！就是那一瞬间，我觉得就是很难得，大家一起共同为了一场戏有这样的付出。首先，因为他能说流利的粤语，那种口音是跟我说粤语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很厉害。他有很想把握机会说多一点粤语，所以跟他在现场也聊得比较开。导演可能也看到我们之间的那种沟通或者化学反应，所以在戏里也加了一些比较轻松我跟他的一些互动。目标人物要真坏，而不是装。又是有人通风报信，到时候谁是赢家，我跟谁。